罗迪！一声尖锐的叫喊划破了厨房的宁静。你知道那个盘子要花多少钱吗？一个中年女仆愤怒地指着地上的碎片，对着一个金发小男孩咆哮道。小男孩罗迪吓得浑身发抖，他低着头，声音细若文瑞。对不起，罗曼达，连一个盘子都洗不好。女仆罗曼达的怒火没有丝毫平息。你真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说着，他猛地高高扬起了手，似乎下一秒就要狠狠地扇在男孩的脸上。就在这一瞬间，橘发女子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她没有丝毫犹豫，踩着高跟鞋快步上前。罗曼达扬起的手腕被一只手给紧紧抓住了。罗曼达惊愕地回头，当看清来人时，他脸上的蛮横瞬间被恐慌所取代，结结巴巴地喊道：院长！对方目光如炬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质问道：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一切都从我借了这本书开始。在那个约有100万年轻人失业的时代，我也是在茫茫人海中苦苦挣扎的求职者之一。然而，我的未来比普通人更加黯淡。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人脉，也没有像样的学历背景，找工作难如登天。但凭着一丝运气，我总算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了职位。正当我以为生活终于稳定下来时，公司却突然破产，我再次流落街头。然而，我没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孤儿院的人。我提着披萨，脸上挂着笑容，朝里面喊道：大家，我回来了。成年后，我仍留在那里，努力挣钱，以帮助维持这个地方的运转。因为孤儿院本身也濒临倒闭，在这个地方，我几乎就是一家之主。我拼尽了全力，但孤儿院最终还是倒闭了。院长，那孩子们该怎么办？一阵失落和无助感突然向我袭来，没能保护好孩子们，负罪感不断啃噬着我的内心，无处可去，我只能在街上游荡，最后在一家漫画咖啡馆靠无休止的阅读打发日子。就在我快要厌倦这一切时，一个故事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本书叫《无法抹去的伤疤》，这是一本充满俗套情节的小说，男女主角都来自同一所孤儿院，结果院长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的地方。他不仅虐待儿童，还强迫他们参与犯罪，他才是邪恶的真正定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主在与女主分离这么久之后还能认出他的原因，是因为标题中提到的不可磨灭的伤疤，那是院长用鞭子在女主角大腿上留下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疤。后来在领导了一场叛乱并成为皇帝之后，驱使他追踪到了那个在矿场工作的院长，以报童年之仇。好久不见克罗安，砍断他的四肢。皇帝冷酷地命令道，他就在女主角面前残忍地将院长撕成了碎片。故事就是这样，孤儿院院长的下场极其凄惨。对于一本号称全年龄向的书来说，这些血腥的细节着实令人不安。但无论如何，故事的结局是男女主角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我可以接受因为没钱而被赶出漫画咖啡馆，但却突然死在街头。我想我应该庆幸这没有痛苦，反正我讨厌疼痛，反正我注定会被男主撕成碎片，所以这也无关紧要了。他好像是把我活活撕碎了，死一次就够了，我不能就这样让一切都按照这个故事发展下去。丁丁，这钟声是孩子们的饭点，就算我的性命危在旦夕，也得先确保孩子们吃饱饭。在我上一世，就算在孤儿院，我们至少也总能吃上像样的饭菜。这味道，今天的菜单是汤吗？我朝餐厅走去，一个端着餐盘的银发小女孩冒失地撞了上来，我稳住她的身子，扶住了险些倾倒的餐盘，温和地问道：你没事吧？伴随着一抹阴冷的笑容，你没有伤到哪里吧？对不起院长。女孩吓坏了，结结巴巴地道歉，我不知道您在这里。对不起，不没关系，真的快去吃饭吧。他们是要在外面吃饭吗？是夫人。女孩应声后飞快地跑开了。突然一声刺耳的盘子碎裂声传来，我循声望去，只见厨房里一个女人正冲着一个孩子大吼：罗迪，你知道那个盘子有多贵吗？小男孩浑身发抖，低声道歉：对不起罗曼达。罗曼达的斥责还在继续，连一个盘子都洗不好，你这个没用的东西，那可是院长最喜欢的盘子之一。他们在说我吗？你打算怎么办啊？罗曼达对着孩子们咆哮。一个黑发男孩挡在了罗迪身前，大声反驳，可罗迪已经道过歉了。克罗安，你别多管闲事，如果道歉有用，还要法律干什么？再说你也修不好已经碎了的盘子。男孩毫不畏惧地顶了回去，而且洗碗本来就是你的责任。什么？罗曼达气得满脸通红，你刚才说什么？他猛地扬起了手，准备一巴掌扇下去，眼看那一巴掌就要落下，我看到那个黑发男孩紧紧闭上了眼睛，他没有丝毫犹豫，踩着高跟鞋快步上前。罗曼达扬起的手腕被一只手给紧紧抓住了。罗曼达惊愕地回头，当看清来人时，他脸上的蛮横瞬间被恐慌所取代，结结巴巴地喊道：院长，你觉得你在干什么？罗迪有人大喊道。粉色头发映入眼帘，那一定是原书的女主角莲，旁边是他示弱弟弟的罗迪，那个黑头发的是男主角克罗安，还有那边的那个孩子，他是孤儿院年纪最大的，以及一个在故事的未来并不存在的孩子，杰克·弗里德。一想到小说中那些角色年轻时的模样，就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我真的置身于小说之中了，但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这甚至比我读到相关内容时想象的还要糟糕，简直令人发指。这时罗曼达开口：院长，如果你能放开我的手就好了。我盯着他扬起的手说：你该不会要用这只手打这些孩子吧？罗曼达急忙辩解：罗迪打碎了你真是的一个盘子，我本来只想稍微责备他一下，可后来克罗安插了进来，而且我别无选择。他顶嘴的态度太傲慢无礼了。他话锋一转：这本来不就是你的工作吗？为什么是孩子们在做？我忽然想起书中的情节，我觉得我在书里读到过这个，有个女仆替园长折磨那些孩子，这位院长只关心孤儿院的捐款，对此视而不见，结果女仆所遭受的虐待愈发严重，在帝国因管理不善削减资金，且女仆离开之后，自己也开始虐待这些孩子。你被解雇了。我冷冷开口：神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明明按你说的都做了。他失声尖叫：我从没让你虐待孩子，而且看起来你让孩子们做了我分配给你的所有工作，现在立刻离开，你会后悔把我赶走的。便愤然离去，对一个小孩子动手真是无耻。我终于摆脱他了。我想知道
孩子们是否还好？一想到能够看到书中角色的童年时光，肯定是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让我兴奋起来了，却没意识到，即便院长没直接动手，在孩子们眼里，我这个旁观者也和怪物没两样，他们会恨我、怨我，再正常不过。对不起，我声音发涩，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从现在起，你们不用洗碗了。我强扯出笑容，好好吃饭吧。这简直没指望了。这个女人，她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些孩子的？我不能让事情就这么下去。首先，我应该回到主任办公室，桌上的食物还算像样，正合我过去的心意。这种食物是，我想我能如自己所愿，好好吃上一顿饭了。就我一个人，我不想吃这个，可这是孩子们准备的，我必须吃。可这感觉糟透了。希拉·费伦特，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明明说了不用他们洗碗，碗碟却依旧光洁如新。我究竟让他们受了多大的折磨？我希望他们不会吓得连在自己房间里安心休息都做不到。尖叫声像冲锋枪里的子弹，刷刷从喉咙冲出，迅速砸向四周。不行，我得换个地方。任何可能值钱的东西，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孩子们连饱饭都吃不上，而这个女人却各种装饰品，还有裙子，她的东西多得能和任何贵族媲美了。话说回来，这具身体的主人西埃拉·费伦是来自乡下的一个小贵族，尽管他挥霍无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这导致了他的衰败。这就是为什么克朗最终把他撕成了碎片。而且孩子们讨厌贵族，很大程度上是他造成的。尽管这是他最素净的一条连衣裙，但领口还是相当暴露。但是作为一个反派女，她确实很美。那好吧，我们出发怎么样？该让这具身体派上用场了。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要去。铃铛哐当当响，身影在暗处一闪。我应该一回来就把那些监控铃铛移走。我望着天空，手托木板。我应该告诉孩子们，我只是出去走一会儿吗？不那只会让他们更惊慌失措。经历了今天早上的事情后，他们可能还心有余悸。如果我现在试图靠得太近，他们只会离我更远。窗内黑衣身影凝视窗外，他抱着木板走过窗户。我想知道他要带着这些去哪里。伊迪，你一直在那儿干什么呢？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伊迪说，我看见主任偷偷带着一堆看上去很昂贵的东西溜出去了。什么？那个女巫居然这么做了？此时你在说什么？同伴撞上，气氛瞬间凝固，匆忙分开。希拉抱着木板终于成功了。如果我没有记起逃跑的那一幕，我就会完全迷失方向了。就是在那一集里，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导演的虐待，于是偷偷逃走了。所以他们终于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探险，但他们还没跑多远就被抓住并拖回了孤儿院。说到这个，今年的节日是什么时候？那些孩子到底多大来着？在主任办公室里没有一份关于这些孩子个人详细信息的记录，他显然根本不在乎好好管理孤儿院，那他又怎么会关心孩子们呢？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任10岁的时候发了一场严重的高烧，我回来后会问问他们这件事。我需要知道我们处于时间线的哪个位置，这样我才能想出下一步行动。希拉向路人打听，对方应声他让我毛骨悚然。对不起，我想租一辆马车。男人说，马车租金是15枚银币，如果你需要车夫，总共是35枚银币，所以一个银是1000韩元，一个金是10万韩元，一个鲁恩是1000万韩元，35银币约为35000韩元。那么我想要一张往返票，谢谢。随后马车抵达，我们已经到了，我的女士。男人询问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当然，护送在这里都是绅士风度，但我不会抓住一个盯着我的人的手，不需要拒绝对方搀扶，独自走向建筑，就在这儿等着，我自己进去。珠宝店内闪耀，服务员热烈表示欢迎。希拉称，我来这儿卖些珠宝。服务员自信地讲解，您来对地方了，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公正地评价珠宝。店主审视珠宝，相当质量，我们可以提供与这些相称的价格。我的夫人，您能给我一点时间吗？希拉称，我很想听听你的提议，请讲。看起来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值钱，一阵子我都不用担心孤儿院的预算问题。店主回来不出所料，这些宝石品质上乘，我可以给你650枚金币。650枚金币，那大概价值6500万韩元，还不错。反正我也说不准他们到底值多少钱。但是自从我进来，踏入店铺，店主神态古怪，我警觉这家伙就一直行为鬼鬼祟祟的。你在低估我？我暴毙冷笑。看来店主觉得我只是一个不知道市场价值的无知贵族女孩吗？她慌了，卑微求饶。我紧盯她，所以你是说你没想骗我吗？你给我650金币，你还说那公平？想到院长里贪污的巨款，账本显示，多年来他挪用了超过1000枚金币，他把捐款甚至自己的钱都花在了奢华的垃圾玩意儿上，所以这些珠宝的价值肯定远远超过650。店主惊觉连忙解释，向您保证，那是基于专业评估得出的公正估价。我冷冷道，从我走进这家店的那一刻起，你就把我当成了一个被宠坏的小傻瓜。我原本希望这只是我的想象，但你的提议恰恰证实了这一点。还有，试图欺骗和侮辱一位贵族，你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店主惊觉我是贵族，瞬间崩溃，他鞠躬赔罪，大喊对不起。这么说，你承认你试图骗我？我追问是否骗我，他哭着坦白，只是克扣了一点。我威胁着，也许我也该从你的寿命里克扣一点，当然只是说说而已。他忙说给我应得的价格，求我别告发。我冷冷道，这次你最好给我实际价值，别考验我的耐心。他连连应和，不敢再耍心眼。我抚胸喘息哇，我以为我的心要爆炸了，谢天谢地没被抓住。我以前从未对任何人有过掌控力，从未站在过巅峰，这是我第一次那样跟别人顶嘴。店长笑着说，很快就会把报酬带来。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扮演恶女，真的做不到。
马车驶离，我望着远去的背影，我很高兴他卖得很好。打开钱袋，金灿灿的钱币晃眼，9个符文和50个金币，那是950金币，超过9000万韩元。想到店主妄图克扣，我暗恼，想骗我35亿韩元。有了这笔钱，我应该去买点东西，给孩子们买些衣服，还要修复那座摇摇欲坠的孤儿院。满心无奈，卖掉这件衣服会带来更多的钱，但一旦我偿还了希拉拿走的钱，事情就会很紧张。我发愁，我不能自己出去工作，钱有限，需求太多，用孩子们的伙食费，按时做衣服，生病时带他们去医院。想到养育孩子的巨额花费，惊得踉跄。他们说，在韩国养育一个孩子大约需要1亿韩元，如果我必须照顾其中5个，那就是5亿，这可是高达5000金币。这里有黄金5000金币吗？我绝望的仰天长叹。集市喧闹，行人穿梭，我惊叹。所以有些地方这么拥挤和热闹，置身人流，迷茫不知去向。我看到布店招牌，犹豫这是那家服装店吗？书中的那家精品店只经营名牌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不管希拉的裙子有多奢华，像这样的店铺绝不会收购二手物品。站在店外忐忑不安，要是我不被嘲笑和赶出去，就算幸运了。徘徊间，瞧见一家布料店，如果是那个地方，鼓起勇气上前，对不起，我是来卖衣服的。店主笑着回应，欢迎，这里是3叶草布料店。我紧张询问，店长称我们拆解衣服，根据面料价值定价，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望着店长回应，可以。而店长瞪大眼，惊呼，等等，这些衣服每一件都是从高端精品店购买的。这条连衣裙来自玛丽安娜精品店，这件来自卡塔丽娜精品店，这条裙子甚至已经不再售卖了。店长询问，你真的在卖吗？价格不会接近你付的钱。我笑笑，是的，这些都卖。对方追问状况也非常好，以这种品质，我相信我每件至少能出价10枚金币。对于这条已停产的连衣裙，我最高出价15枚金币，这是我能给出的最优惠条件了。你觉得怎么样？希拉算着，大约10条连衣裙，每条至少10枚金币，这样总金额会超过100枚金币。突然停顿，等等，料就卖这么多钱，那么实际零售价是多少呢？你介意吗？店主小声，这个我真的提供了我能提供的最高价格，您还不满意吗？希拉一笑，那请以那个价格去吧。店主惊喜，谢谢，请在这里稍等片刻。希拉惊喜，我卖珠宝也赚了些钱，所以目前情况应该还好。谢天谢地，我终于能稍微松口气了。希拉看着童装，惊讶，这些是儿童服装，他们太可爱了。兴奋地跑向童装，是染着粉色头发，认穿这件会超完美。这些工装裤克洛安穿上会超可爱，或者我可以把它们改一改给罗迪穿，我至少也能应付那么多。店长过来咨询，你喜欢它们吗？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亲手制作的。对方夸赞，你自己做了这么漂亮的衣服，真是太棒了。店主回应，谢谢你的赞美，那将是164枚金币。两人互相道谢，店长则表示才是那个应该心怀感激的人。顺便说一下，你似乎对儿童服装感兴趣。希拉回忆着孩子们，是的，非常感兴趣，我想给我的孩子们穿上可爱的新衣服。店主好奇，你有孩子吗？希拉微笑，是的，他们5个。店主惊叹，我的天，你有孩子吗？是的，他们5个。他回答。这些儿童服装仔细观察，这种面料很结实，而且尺寸多样。这些衣服做工精良，能让孩子们舒适的活动。尽管他们是用卖的不好的笨拙的剩余面料制成的，如你所见，他们销路不好，但面料和设计都很棒。孩子们的衣服，我会把所有东西从这里带到这里。他坚定地说。什么全部15件？店主惊呼道。这是我一点也不后悔的开支。我想看到孩子们穿新衣服，他们会喜欢他们吗？我已经改变了，但如果我直接交出他们，他们仍然会保持警惕。也许最好把他们交给扎克。店长感到，给你一切都挤满了，那总共是1金币。店主说。他惊讶地眨了眨眼，即使我买了15件，是不是太便宜了？每件6000韩元，我很感激你买下它们，要求更多就太过分了。店主承认，这些都是精心制作的，应该得到适当的报酬。我想为孩子们的衣服支付公平的报酬。他坚持说。明白了，正常价格是3金币。店主承认，些肯定会很受欢迎，我会经常来，所以不要低估你的工作。他说。谢谢，我会准备好更多的童装。店主回答道。克洛弗女士，我下次还会再来的。马车旁，马夫正打着哈欠，希拉下一秒带着一顿东西出现。女士，让我来扛那个。一个声音提议道。谢谢你。他说，感受着它的重量。希拉，你已经这么累了，你才26岁啊？去哪儿？去治西埃拉孤儿院。负荷沉重，他的身体疼痛。在原著故事中，伦和罗迪有绘画天赋，而杰克非常热爱艺术，他们3个可能会很喜欢他，对吧？现在回想起来，克朗又喜欢什么来着？因为克朗是男主角，他可能最喜欢的是伦恩。如果我赢得了伦的好感，也许克朗的心也会随之而来。如果我把孩子们好好抚养长大，并且打破常规生存下来，会帮助他们所有人实现独立，然后关闭孤儿院，并且过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一直被孤儿院束缚着，我希望我的新生活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到了，我的夫人，让我帮你把那个拿进去。帮手说，但他摇了摇头。你辛苦了，你介意把它放在后面吗？他记得他们在这里用魔法石当灯泡，我也得买些来替换。如果我想送衣服和其他所有东西，我得打电话问问。如果孩子们听到有人上楼，他们可能会害怕，最好轻点走。杰克，你在里面吗？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你能抽出一点时间吗？我要进来一会儿。他推开门，我进来了。房间里空无一人，没有人回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部分没有在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有人都消失的情况，只有克朗和伦跑掉了。我的女士，所有的行李都是。帮手开始说话，但他打断了他。恐慌加剧，请帮帮我，孩子们都走了，请帮我搜索他们，他们不可能走得太远。故事变了，如果事情按照原来的发展，孩子们能逃出去，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与其遭受可怕的虐待，不如逃跑求生。但我不是原来的导演希拉，既然罗迪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可能走得太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通常冷静又谨慎杰克就不会贸然带着孩子们逃走了。
会不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现在向主管寻求帮助会更好。你和我一样清楚，那个女巫绝不可能帮我们。你难道不记得罗迪上次生病的时候了吗？相反，她对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不应该哭。大哥，那任姐姐她会死吗？罗迪低声说，声音颤抖。哥哥，罗迪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任姐姐死了吗？罗迪，不要说这种话。伊迪怯生生的声音从一旁传来，万一有坏人出现怎么办？没关系，伊迪，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没事的。当前状况不太行，天气变得更热了，烧得更厉害了，呼吸急促，脸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我真不该带罗迪和伊迪一起来，我没想到这条路会这么复杂。我可以去哪里寻求帮助？伊迪靠在罗迪身上，小声说着，我的脚好痛，如果大家都休息好了，那咱们就继续赶路吧。身体却不听使唤的晃了一下，背上的重量突然一轻，我踉跄了一下，现在我来背他，你休息一下。可是你比我还要虚弱，我下意识的想要拒绝。不行，我也很强壮，所以交给我吧。我涨红了脸，固执的反驳，你总是把自己的食物让给我们，那你怎么会有力气呢？正在我们争执时，一个声音突然从巷子尽头传来，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站在巷口，长长的影子投在我们身上，充满了压迫感。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我立刻将伊迪和罗迪护在身后。你们这些小鬼！那人厉声喝道，这位女士一直在拼命的找你，你到底要去哪里？这位女士，街角空无一人，我喘着气，急促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巷子里回响，不见了，哪里都找不到。难道他们已经进了贫民窟？我该马上去报告给卫兵吗？我该怎么办？姐姐，妹妹啜泣着，紧紧抓着我的手臂。我不想再去别的孤儿院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不能就这么一直和你住在一起吗？泪水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你说过会做我的妈妈的，你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急切的喊声划破了巷口的寂静。夫人，这边我们找到孩子们了。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这边，随着指引，她提着裙摆，毫不犹豫地向我们跑来。她的脚步声在积水的石板路上溅起水花。她终于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你们究竟去哪儿了？不等我回答，她猛地将我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谢天谢地，她在我耳边低语，我能感受到他全身都在因为巨大的安心而微微颤抖。他将我们3个孩子都揽入怀中，那份温暖和安心感是如此真实。他突然松开了我们。希拉和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亲近到可以互相拥抱的程度。如果因为我刚才的举动，他们更加躲着我该怎么办？我不能突然改变我的态度，那只会让孩子们感到困惑。杰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孤儿院？他们大概是为了躲开我才跑掉的吧？罗迪从杰克身后探出头来，小声说，任姐姐生病了，人生病了。我看到任虚弱的躺在地上，立刻冲了过去。天哪，等一下，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我将他抱在怀里，他的身体滚烫，院长一走，他就开始发烧了。杰克解释道，我们想自己帮他退烧，但情况却越来越糟，我们正准备带他去诊所。伊迪补充道，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不可能有合适的药。我毫不犹豫地将人抱了起来，他只需要被带去诊所，对吗？那个男人的声音传来，那可能吗？希拉问。当然，他立刻回答，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希拉抱着人，但他的目光扫过我们，充满了犹豫。带着所有的孩子，罗迪还太小了，我该怎么办？我下定了决心，向前一步，我会负责护送孩子们回到孤儿院。可是哥哥，他厉声反对，用怀疑的眼神瞪着我，你真的能相信那个女巫吗？我看着希拉，她抱着人，在夕阳的余晖中，眼神坚定。克罗安正用锐利的眼神瞪着院长，院长抱着熟睡的莲。克罗安神情严肃地问道，你相信那个女巫吗？女人抱紧了怀中的孩子。一个脸上有雀斑的棕发少年关切地喊道，克罗安。克罗安表情坚定地说，够了。伴随着哒哒的声响，一辆马车在鹅卵石街道上停了下来，车夫催促道，快上车吧。院长抱着莲向杰克确认，你记得回去的路吗？杰克回答道，是的，我都记住了。院长垂下眼对杰克说，那就拜托你了，你们一定要安全回去。他又补充了一句，要是饿了就自己做点东西吃。克罗安轻声应道，好的。他心想，他说拜托我了。克罗安和罗迪从杰克身后探出头，他们小声问，可以吃东西吗？院长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心想，只要我笑了，孩子们就会安心的，对吧？看到他笑容的2个孩子瞬间露出了惊恐万分的表情。院长流着汗，沮丧地意识到，看来起了反效果。窗外夜色深沉，钟楼静静矗立。院长抱着脸色苍白、呼吸沉重的莲，心想，我没想到莲今天会生病。莲虚弱地垂着头。院长继续想到，真难相信一个10岁的孩子身体竟会如此瘦小。莲轻声道歉，对不起。院长心疼地将女孩拥入怀中，想到她早上肯定就不舒服了。院长脑海中浮现出莲落寞的背影，他懊悔地想，但大概是怕被骂，所以一直忍着吧。他继续自责，我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逼到了这个地步。院长紧紧抱着莲，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医生看着床上安睡的莲说，是发烧了，再晚一点可能就严重了。医生整理了一下衣领，对院长说，多休息就会好起来的。院长躬身致谢，谢谢您。院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熟睡的莲，轻轻叹了口气。他注视着莲，心想，或许是生病的缘故，他看起来更瘦了。院长回想起孩子们的样子，心想，不只是莲，所有的孩子都比同龄人瘦太多了。他坐在床边，拖着下巴，暗自决定，等我们回去以后，得先给他们做些有营养的饭菜。突然，他眼神一凛，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心中一动，等等，如果莲现在10岁，那么也许……院长俯下身，轻轻掀开了盖在莲身上的被子，他仔细查看了莲的大腿，心中了然，他的大腿上没有书中提到的那个疤痕。他松了口气，将被子重新盖好，心想，太好了，如果莲有那个疤痕。院长看着莲安睡的侧脸，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继续想到，我就永远无法修复我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了。睡梦中的莲微微动了动，含糊地叫了一声妈妈。院长愣住了，莲在梦中继续一语，别走。莲的眼角流下泪水，哭着说，妈妈别丢下我。看着莲痛苦的睡颜，
莲。院长轻声道歉，对不起。院长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莲泪湿的脸颊。院长站在床边，用手轻轻给莲擦拭脸上的泪水，低声说，别哭了。他眼神坚定，心想，莲今天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而孩子们为了救他，不惜冒着一切风险逃了出来。他在心中告诉自己，现在不是担心自己性命的时候。院长挺直了身子，下定决心，我必须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不再经历痛苦和悲伤的长大。他看着窗外的夜色，继续想，我再也不会成为伤害他们、让他们难过的人了。他凝视着窗户，思考着，我得想个计划，好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院长默默地对莲说，所以好好睡吧，莲，我会保护你的。床上，莲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安然入睡。莲在半梦半醒间听到了院长的话，心想，保护我，真奇怪。他看到院长拿着文件站在房间里，心中疑惑，院长竟然会说这种话。莲的眼中流露出一丝信任，他想，但不知为何，我想要相信他。院长坐在床边，握着莲的手，看着他安睡的脸庞，心想，这次我应该能做个好梦了。在晴朗的天空下，一个声音问道，莲，你真的没事了吗？院长担忧地看着已经康复的莲，说道，他们说你可以出院了，但我还是不放心。莲回答说，我真的没事了。他接着又说，我也很担心罗迪，我想快点回孤儿院。院长站起身来说，既然如此，马车也快到了，我们出去看看吧。他心里默默叮嘱，如果觉得难受，一定要告诉我，好吗？院长很自然地伸出手，握住了莲的手。莲惊了一下，轻呼出声，啊！院长心想，我已经习惯牵孩子们的手了。院长以为莲会觉得不自在，急忙把手抽了回来。就在院长的手要离开时，莲的小手却主动伸过来，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莲仰起脸，轻声说，我们走吧。院长有些意外和害羞，回答道，好的。车夫站在马车旁，为他们打开车门，恭敬地说道，好了，女士们，请上车吧。院长对莲说，从这边上来吧。院长指着马车座位上的一堆包裹，说，啊，这些是药。院长拿起药包，一边想着退烧药、肠胃药，还有一些消毒药，一边对莲说，现在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一定要马上说出来。莲听着院长的话，默默地眨了眨眼。院长则神情严肃地看着他。院长在心里盘算，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样昨天的事才不会重演。但我现在只知道孩子们的年龄，莲和克洛安10岁，罗迪7岁，杰克14岁。他想起一个短发女孩的身影，心想，书里只提到这4个人是孤儿院的关键人物。院长不禁疑惑，那个短发女孩她是谁？他回过神来，看着身旁的莲有些犹豫地说，他不安地绞着手指，继续道，我不知道说这个您会不会生气。他抬眼看着院长说道，但是院长，您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莲心想，要是以前，您是不会带我上医院，也不会给我买药的。他继续想到，而且院长看着莲，心中暗想，啊，他一定还很怕我，但他在努力鼓起勇气。院长坐在马车里，微笑着对莲说，莲，说实话，我想改变。院长看着眼前的药包，继续说道，到现在为止，我伤害你们太多了，我不知道那些伤口是否能真正愈合。他转向窗外，眼神坚定地补充道，但即便如此，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生病了，我希望你能安心地说出来。他继续说，我想成为一个你们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你们饿了可以毫无畏惧地说出来的人。莲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阳光洒在他身上，伴随着哒哒的马蹄声。院长心想，他想成为一个你们可以毫不犹豫依靠的监护人。马车在林荫道上行驶着，最终在一栋建筑前停了下来。院长对车夫说，您经历了很多。车夫回应，还好，如果您下次还需要马车，请尽管吩咐。那人又说，另外，我真心道歉，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您这么美的人，我太着迷了，一时失神才犯了错。那人紧张地补充，如果我让您不高兴了，我真心诚意地向您道歉。院长说，没关系，我也有很多要感谢您的。院长心想，啊，他在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盯着我看的事，然后对那人说，下次注意点就好。那人连忙答应，是，我会记住的。克洛安快步跑来，克洛安大喊，莲接着松了口气，太好了。克洛安关切地问，你还好吗？啊，还疼吗？伦回答，我在医院睡得很好，已经不疼了。莲和克洛安同一天被遗弃在大教堂前，从那以后就一直在一起，难怪他们关系这么深。对了，我记得莲在贫民窟的街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罗迪，把他带了回来。莲问罗迪，我不在的时候你没哭吧？罗迪说，没有，我没哭。克洛安离开后就剩他们俩。罗迪跟着一位猫剑客学习，成为了一名决斗士，只为保护伦。后来有一段情节是伦回忆起希拉孤儿院，含泪向罗迪道歉，对不起，把你从地狱拖进了一个更糟的地狱。罗迪说，只要和你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姐姐，所以别哭了，好吗？院长心想，莲和罗迪的关系可能比他和克洛安的还要深。院长看着他们，心想，莲，真为你高兴，没有可以依靠的成年人，孩子们能走到今天，大概多亏了杰克。克洛安说，别太打扰莲，他还在恢复中。有孩子注意到那个女巫在看着我们。院长看着一个孩子，心想，那个孩子书里从来没提到过。另一个人想，但你知道，无声的风暴比喧嚣的风暴更可怕，我没打扰他。院长心想，说实话，比起公开表现出敌意的克洛安，我更担心杰克。以杰克的性格，他可能到最后都不会消除对我的怀疑，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院长对莲说，莲，去休息吧。然后对杰克说，杰克，你能来一下院长办公室吗？在院长办公室，院长问杰克，对了，你喜欢可可吗？杰克
回答：喜欢。杰克心想，为什么感觉比以前更空旷了？院长说，从现在起，我会把可可和零食搬到厨房去，你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拿。杰克说，好的。院长递过可可，尝尝。院长问，不错吧？杰克说，我觉得罗迪会很喜欢。院长说，那我希望你做给孩子们吃，如果是我给他们，他们吃起来不会自在的。杰克放下杯子，问院长，您叫我来有什么事？院长回答，因为我想更多的了解你们，我意识到我对你们一无所知。院长诚恳地说，一直以来我都太疏忽了，也伤害了你们，我不指望因为我现在努力，那些伤口就能愈合。院长继续说，但还是我想从现在开始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至少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让你们有安全感的地方，像个真正的家。所以能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吗？院长心想，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杰克现在拒绝我，我就只能从零开始，对孩子们一无所知。杰克坦言，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你变了，但又心想，可是我不想放弃孩子们能幸福的希望。院长心想，是啊，杰克就是这样的孩子，只要能让其他孩子幸福，他愿意放下自己最大的疑虑。杰克说，我会把孩子们的情况整理在素描本上给你。院长心想，但杰克也是一个可能活不到长大的孩子，也许我不仅能改变自己的未来，也能改变杰克的未来。院长对杰克说，行李箱里有衣服和其他东西，你能分发给孩子们吗？杰克回答，好的。院长心想，我太累了。院长疑惑，我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院长又想，其实我今天到底忙了多久了？我一整晚都在照顾莲。院长想着还有的事，还得检查孤儿院有哪些地方需要修理，还要把这些东西收拾好。院长决定在那之前让我睡一会儿吧，就一小会儿。院长醒来疑惑，现在几点了？院长回想，我确定我大概是午饭时间到的。院长惊讶，不会吧，我睡了一整天。这条毯子，院长发现是莲盖的，感动的心想，莲，他什么时候？院长看到一个人，疑惑，那个人是谁？只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前往里看着，一个身穿皮草领大衣的男人，隔着一道华丽的铁门，对门后的4个孩子大发雷霆，你们这些小鬼！他怒吼道，我不是让你们去叫院长过来吗？他涨红了脸，怒不可遏地命令道，马上把这门给我打开。杰克平静地回答，很抱歉，没有院长的允许，我们不能开门。男人被激怒了，他抓住铁栏杆使劲摇晃，你们这些傲慢的小鬼！他继续咆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随着脚步声响起，院长走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骚动，开口问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院长脱下他手里拿着的深色外套，布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莲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他温柔地对着女孩说，莲，你身体不舒服，应该注意保暖。说着，他将温暖的外套披在了莲的身上，随后他抬起头，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他在心中想到，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西埃拉看着眼前4个穿着整洁的孩子，他在心里赞叹，他们穿上了新衣服，天哪，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门外的男人对着西埃拉怒吼，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此无礼！他继续咆哮，你不能这样对我。西埃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男人注意到了他衣服上的文章，心生疑惑，从这个徽章来看，他们难道是贵族？但贵族来孤儿院做什么？年长的男人对西埃拉说，西埃拉，暂时先让他们进来吧。年长的男人接着说，我先去教训一下那些无礼的孩子们。克洛安气得浑身发抖，杰克叫了他的名字，克洛安。杰克把手搭在克洛安的肩上，对他说道，我们从后面绕过去。杰克回头对西埃拉说，院长很快就会开门了。年长的院长清了清嗓子，走向大门。西埃拉迈开脚步，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西埃拉面带微笑，朗声宣布，我必须拒绝。年长的男子隔着铁门，一脸错愕地质问，西埃拉，你在说什么？西埃拉笑容不改，平静地回答，就像你听到的那样。孩子们困惑地挤在一起，小声议论，那真的是我们的院长吗？债主闻言勃然大怒，厉声吼道，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知不知道你欠我多少钱？西埃拉静静地站着，心下了然，他想，原来他这么气势汹汹，是来讨债的。他看着孩子们平静的反应，继续思索，看孩子们这么冷静，这个人以前肯定也来过，我敢肯定他每次来都大喊大叫，试图恐吓他们。西埃拉转向孩子们，对那个名叫杰克说，杰克，你们现在能先进屋去吗？想吃点心的话可以自己做，但不要出来。杰克望着他，答应道，好的。杰克带着孩子们走上台阶，说道，孩子们跟我来。西埃拉对院长说，请您理解，作为院长，我不能凭良心让一个威胁他人的人就这么进来。院长回答说，这非常不合时宜。院长，西埃拉于是说道，好吧，我来开门。院长打开了大门，他心想，如果西埃拉院长真的欠他钱，现在发生冲突只会让情况恶化。两人来到一间会客室，隔着一张咖啡桌，在格纹沙发上相对而坐。西埃拉双臂交叉，而债主则将手拄在拐杖上，两人僵持地坐着，气氛紧张得如同雷电交加。债主恼怒地问，连杯茶都没有吗？西埃拉在心里反驳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倒茶？他们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债主清了清嗓子，说道，可你所欠的债务总共是1000金币。债主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而西埃拉则在心里思索，我常常在想，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获得这么多奢侈品的？西埃拉心中有了答案，是高利贷。他心想，1000金币，那可是将近1000万韩元。不过这件事有点……西埃拉的手指在裙子上轻轻一动，他心想，有些不对劲。他双臂交叉，继续思索，他为什么要借出这么一大笔钱？他到底相信了西埃拉的什么？西埃拉故作惊讶地问道，我竟然背负着这样的债务吗？债主得意地回答，我就知道你会抵赖。他拿出一卷文件，你看看，我这儿有借款文件，文件上写着，西埃拉·费伦特向克拉克男爵借款1000金币，若未能在帝国历767年9月5日前偿还。文件继续写道，则他必须满足男爵提出的任何要求。他看到上面盖有各个贵族家族的印章，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份无可挑剔的合同。谜团解开了，他显然知道他无力偿还。西埃拉心想，这意味着
他从他身上另有所图。希埃拉拿着文件，债主靠在沙发上，居高临下的问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希埃拉在心里盘算着，卖掉珠宝和裙子，再买了一些日用品之后，还剩下1108金币。他继续想，一旦还清债务，就只剩下108金币了。这点钱连装修费用都不够，只够支付几个月的生活费。他心想，债主却开口说道：“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偿还这笔债务。”希埃拉警惕地看着他，问道：“条件是什么？”债主慢条斯理地开口：“你看。”他露出一丝微笑，继续说：“我没有继承人，晚年孤身一人，理想情况下，我希望能把我的爵位传给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出了那个词：“领养。”他看着希埃拉，意有所指地问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院长？”希埃拉的脸色沉了下来。夜幕降临，孤儿院笼罩在星空之下，希埃拉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陷入了沉思。领养，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自言自语道：“在原来的故事里，有过领养这件事吗？”希埃拉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着面前一本打开的记录本，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他翻开记录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克洛安的记录。克洛安10岁，性格开朗，自尊心强，最喜欢莲，最喜欢的食物燕麦粥。紧接着是莲的资料，莲10岁，克洛安最亲密的朋友，如同姐姐一般的存在。罗迪很听他的话，最喜欢的食物燕麦粥。希埃拉感到很困惑，最喜欢的食物是燕麦粥。他心想，那可不是小孩子通常会喜欢的东西。他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罗迪7岁，年龄最小，却很成熟，很少哭，偶尔会为了争夺莲的关注而与克洛安竞争。最喜欢的食物汤。接着是杰克的记录，杰克14岁，言语即是其人。希埃拉不禁轻笑一声，心想只写了一行，真有杰克的风格。他想起一件事，最后是那个给院长办公室送饭的无名女孩。他翻动书页，记录本上写着伊迪10岁，最近被收留的女孩。希埃拉心想，原来她叫伊迪。他看着记录本，心想我终于开始想起来了，为什么伊迪没有出现在书的叙述中。他思索着，按理说在莲的回忆里，在莲的回忆中，他曾说过伊迪那个孩子被男爵家收养了。希埃拉正坐在书桌前沉思，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他抬起头，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传来：“院长，我。”一个留着浅灰色短发的小女孩从门后探出头，小声地问道：“我可以进来吗？”希埃拉看着眼前的女孩，在心中默念：“伊迪。”敲门声响起，伊迪站在门外，有些紧张地说：“院长，我可以进来吗？”院长应声：“伊迪。”随后端着可可饮料走进来，说：“伊迪，这是可可，喝点吧。”伊迪接过饮料，道谢：“谢谢。”院长心里却在想，这个时间来院长办公室会是什么事呢？院长问：“可可你喜欢吗？”伊迪回答：“喜欢，比杰克做的可可还好喝。”伊迪有些犹豫的开口：“其实我无意中听到你和男爵的对话，我不是故意偷听的，但是男爵说他想收养一个孩子，对吧？我听到他说不介意是个女孩。”伊迪鼓起勇气：“所以我的意思是……”院长打断他：“伊迪，没关系，你想去男爵的庄园吗？”伊迪连忙道歉：“对不起，像我这样的人太冒昧了。”院长心里想，如果他被贵族家庭收养，就能过上经济宽裕的生活，但克拉克男爵家嘴上却说：“你没什么好道歉的，我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不足才不送你去。”伊迪追问：“那？”院长明确说：“伊迪，我不会送你去男爵的庄园，你不会，其他人也不会。”伊迪震惊地问：“为什么？”院长，你是想让我们消失吗？院长解释：“如果是你们自己想去的好地方，我会送你们去，但如果不是，就不会，因为你们是我必须保护的孩子。”随后说：“你现在回床上睡觉吧。”伊迪小声问：“真的不可能吗？”然后鞠躬：“抱歉，这么晚打扰你。”院长看着伊迪失望的样子，心里想，看到伊迪这么失望，我很心疼。院长内心回忆。然而原著里有一段，成年的伦回忆起这件事时充满悔恨，那个孩子伊迪被男爵家收养了。内心回忆继续，不久之后我们就听到了消息说伊迪死于那个变态男爵的虐待。如果当时我们多注意一点呢？我至今仍在后悔。院长心想，知道这些我怎么可能送他去呢？男爵的话听起来很合理，孤独终老，需要继承人。后来他还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是女孩。院长回忆，在原著里伊迪也像现在这样请求被收养，而希拉当时为了还债，毫不犹豫地把埃迪送去了男爵家。院长心想，伊迪被收养后不久就被发现死了，但孤儿院的孩子们很久之后才知道，而伊迪想离开，不只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还有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隔阂。他刚到孤儿院，很难融入那些已经在一起多年的孩子，其他孩子专注于生存，也没太在意他。院长心想，我知道伊迪刚才很失望，但知道这一切，我不能把一个孩子送去死，还不晚。伊迪需要一个机会和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亲近起来。第二天，男爵问：“那么你决定好选哪个孩子了吗？”“我很喜欢那个粉头发的。”男爵补充：“其实小一点的也可以。”院长心里想，这个混蛋怎么敢把孩子当商品一样对待？院长拿出钱说：“整整1000金币，拿着离开我的孤儿院。”男爵愣住：“让我离开？你这无理的举动是什么意思？”院长说：“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不是吗？我为什么要对你客气？而且这是我的孤儿院，在这里怎么对待你，我说了算。”男爵质问：“你从哪里弄来的钱？如果是向别人借的，你最好想清楚后果。”院长不耐烦地说：“哼，你太吵了，你是来拿钱的，拿着钱走就是了，还啰嗦什么？”男爵生气，竟然敢用这种态度说话。说到底，我和你拥有同样的头衔，只要头衔没被剥夺，就算是落魄的贵族也是贵族。院长催促：“赶紧滚出去，快到午餐时间了，我要给孩子们准备吃的。”院长补充：“总之，债务已经还清了，既然交易结束了，你能留下借据然后离开吗？”男爵放狠话：“你会后悔的，希拉。”院长说：“再说一遍，我不想再见到你，把收据也给我。”然后债主将收据一甩，转头愤愤离开了。院长心里一轻，所有债务都还清了，现在我要去给孩子们准备午餐了。
有孩子喊道：“大家，院长今天好奇怪，他说要给我们做饭，让我们等着。”有人劝道。克洛安疑惑：“做饭？院长？”另一个孩子猜测他会不会在食物里下毒什么的。克洛安接话：“要是那个女巫的话，完全有可能。”有人劝道：“克洛安，别说这种奇怪的话。”有人说：“但他突然想给我们做饭，确实很奇怪。”另一个人也表示：“院长最近确实不一样了，他给我们买零食、玩具，还有这种衣服。”一个孩子觉得，也许他真的变了。另一个回忆：“我住院的时候，肯定以为我睡着了，他说会保护我，他一定是认真的。”有孩子观察到，他现在的言行举止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孩子说：“我有点想相信他，哪怕只有一点点。”克洛安反驳：“那个女巫以前就算罗迪只是小声哭一下，都会对他大喊大叫，还自己一个人吃油腻的食物，那种人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改变的。”克洛安问伊迪：“伊迪，你觉得呢？”伊迪愣了一下，反问：“我的意见。”伊迪犹豫着说：“我觉得杰克说的有道理。”又补充：“但伦说的也有道理。”克洛安不满地问：“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有人轻声说：“克洛安觉得他太让人恼火了。”有孩子心想，和以前相比，院长不再生气或打我们了，但真的像伦说的那样变了吗？一个孩子回忆，他以前说话总是带着不耐烦的语气，还说受不了就滚。另一个孩子则说，但最近院长真的很和蔼，说着递给伊迪一杯饮料，可可，来喝一口。伊迪说，我觉得莲是对的，又不确定的补充，不过我也不是完全肯定，但真的感觉院长变了。伊迪对克洛安说，对不起，克洛安。克洛安反问，对不起什么？克洛安说，你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已，为什么要道歉？别总担心别人怎么想，你老是这么畏畏缩缩的，搞得好像我在欺负你一样。伦笑着说，但是你其实没欺负过任何人，对吧？克洛安生气地问，莲，你这话什么意思？莲笑着说，哈哈，我只是开玩笑的。传来一声赞叹，太好吃了。院长喊道，孩子们，饭做好了，出来吧。孩子们惊讶，哇，他真的做饭了。一个孩子提议，我们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放了石头呢。然后说，我下楼去。莲看着落单的伊迪，莲对伊迪说，我们也去吧。伊迪回应，好。院长招呼，进来吧。孩子们闻到香味，说，好香啊。院长介绍，今天的菜单是特别的儿童餐，来，大家都坐下吧。有孩子疑问，特别的儿童餐，院长分配，克洛安和罗迪吃炸肉排和汤，莲和伊迪吃炒饭，杰克吃蛋包饭。克洛安不确定地问，我们真的可以吃这些吗？院长反问，为什么这么问？你觉得不好吃吗？克洛安回答，这种食物通常是贵族才吃的。院长说过，说只有贵族才能吃，我不想让他们的人生被地位、权力或财富定义，我想把他们培养成能用纯净的心享受美食、欣赏美好的事物的孩子。院长看着孩子们，心想他们好像从来没用过刀，因为忙着看我，都没法好好吃饭了。院长又想，不，其实他们还是在担心食物是否安全。哦，我忘了一件事。院长对孩子们说，我去一下院长办公室，你们安心吃吧。院长心想，唉，第一次尝试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既然这样，我得经常做饭，让他们习惯。院长继续想，还要做更多样化、更特别的菜，但是我没有钱了。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就花掉了1000金币呢？院长盘算着，我现在剩下的钱只有108金币了，就算我自己动手修孤儿院，也需要材料。院长计算着开销，每天最基本的生活费至少要3金币，再加上孩子们的教育和餐饮费用，就算再省，最多也只能撑6个月。院长担忧，就算能勉强维持，日子也肯定不好过，可能会很凄惨、贫困。我真的需要赞助。希埃拉看着窗外，微风吹动着窗帘，他心想，经营孤儿院绝对需要赞助。他继续思索，但由于原来的希埃拉经营不善，帝国的资助早就被切断了，幸好还有一个小小的赞助商，不然现在早就撑不下去了。他心想，同时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握着笔，心想，我需要一个更稳定、更固定的赞助来源。他接着思索道，事实上，我心里已经有个人选了。根据原作，他就是那个会成为克洛安养父的人，一个穿着深蓝色正装、别着蓝宝石胸针的男人身影浮现在希埃拉的脑海中。他将为克洛安戴上象征权力的皇冠，他是那个将把克洛安推上皇位的人。希埃拉坐在书桌前，下定了决心。好吧，我就在他身上赌一把。他提笔在信纸上沙沙地写着，心知肚明。如果这个计划失败，我可能会性命不保；但如果成功了，他看着写好的信，心想他就会成为我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赞助人。一抹灿烂的霞光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在一座沐浴在金色阳光下的宏伟庄园里，水仙花在庭院中盛开。一位身穿深色斗篷的男人正站在一扇大窗户旁，沐浴着阳光，读着一封信。他轻声说道，真是。他金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玩味，继续说道，胆大包天。他转身对门口的侍从下令，去调查希埃拉·费伦特，然后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他命令道。希埃拉正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一个西红柿和一块面包，思索着晚餐吃什么好呢。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孤儿院前，车夫坐在驾驶座上。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从马车上下来，对希埃拉说，我是克雷曼公爵阁下的副官。他将手放在胸前，微笑着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里克·赫纳蒙。他接着说道，我奉命前来转达公爵阁下的回复。希埃拉拿着一封信，心想，我昨天才寄出信，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派人来了。希埃拉和里克相对而立，气氛有些尴尬。孩子们躲在柱子后面，对里克说，你已经把信交出去了，应该快点走了，为什么还在这里？
李克推了推眼镜，对希埃拉说：“您可以在这里审阅，并给我您的答复。”希埃拉心想，果然希埃拉回答说：“好的。”那么他一边打开信，一边心想，他显然是在提防我耍什么花招。他展开信纸，上面写着：“我希望能与你当面交谈，如果你与我所想一致，就乘坐我派来的马车过来吧。迪特里希·克雷曼。”读完信后，他困惑地抬起头，心生疑问：“现在吗？”李克说道：“大人正在等院长您的答复，您打算怎么做？”院长眼神坚定，心想没有理由回避，不，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局面。他下定决心，说道：“好的，我去。”李克微笑着伸出手，说道：“那么请上马车。”但院长打断了他：“请稍等一下。”他补充道：“我得先做点事情。”说完，他转身走向门口的孩子们，留下身后的李克一脸惊讶。李克满头问号，对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困惑不解。院长竖起一根手指，认真地嘱咐孩子们：“明白了吗？不要随便出门，也不要碰任何危险的东西。”他继续叮嘱道：“我做了三明治，饿了就吃，还有别吃太多冷的东西，会闹肚子的。如果有陌生人想进来，无论如何都不要开门。”他还在絮絮叨叨。还有。孩子们听得一脸无奈。克洛安终于忍不住大喊：“我知道了，别说了。”院长被他突然的喊声吓了一跳，看着孩子们害羞又别扭的反应，他心想，他们在情感表达变得更清晰了。天哪，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我更亲近了？他回想起上次的情景，心有余悸地想，在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外出时，孩子们失踪了，所以我才会这么焦虑。他叹了口气，心想自己是因为担心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才会如此。他转身对孩子们说：“不会很久的，我回来的路上会顺便去一趟市场。”克洛安和罗迪抬头望着他，他蹲下来，微笑着问脸颊泛红的克洛安：“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克洛安被他突然的提问惊得一愣，旁边的莲和罗迪也惊讶地瞥了过来。克洛安脸颊通红，支支吾吾地开口道：“这个。”院长微笑着凑近，鼓励地问：“你说什么？”只见克洛安满脸通红，小声地嘟囔着：“肉排。”克洛安满脸通红地大喊：“肉排！”克洛安要吃那个叫套餐之类的东西。那个院长高兴地双手合十，说道：“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我上次做的肉排啊。”克洛安从一旁探出头，害羞地辩解道：“才不是呢，只是我从来没吃过那种东西，不是因为它好吃，是他很新奇。”克洛安结结巴巴地解释。院长看着他，心里觉得他可爱极了。他转而问另外两个孩子：“你们两个不想要点什么吗？”罗迪害羞地从莲身后探出头来，受到启发，罗迪也兴奋地大声说：“我也想吃杰克吃过的那个。”院长笑着纠正道：“你是说蛋包饭吧？”然后他转向两个女孩，问道：“那莲和伊迪呢？”伊迪害羞地瞥了他一眼，迟疑地说：“我那个。”克洛安则把头扭到一边，一脸不自在。罗迪开心地喊着：“蛋包饭！”莲也温柔地看着伊迪，莲笑着问伊迪：“你想在一起吃炒饭吗？”伊迪惊喜地抬起头，脸颊泛红地问：“可以吗？”“当然可以，你还想要别的吗？”女子问道。莲连忙回答：“不用了。”伊迪喜欢炒饭。他们相视而笑，另外两个男孩则默默地看着他们。克洛安撅着嘴，不满地想：下次我也要跟莲吃一样的。他暗自纳闷，我本以为伊迪和孩子们需要我的帮助才能亲近，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变熟的？院长欣慰地想，孤儿院的生活才刚刚好转一些，但看到这么快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也许我低估了这些孩子。与此同时，孩子们正聊着天，克洛安问莲：“炒饭好吃吗？”莲微笑着点点头，杰克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院长和孩子们融洽相处的场景，他垂下眼眸，神情落寞。杰克自从公爵的马车抵达后，他就一直感到不安。他一定是在想，克雷曼公爵家族与那个地方有关。脚步声在走廊中回响，他走到他面前，轻声呼唤他的名字：“杰克，别担心。”他微笑着，眼神坚定：“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们所有人的。”啊！杰克似乎有些惊讶，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但真的很想让他安心。他心里想着，随即转换了话题，用轻快的语气问道：“杰克，你想吃什么？”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小声回答：“蛋包饭。”“好的，我回去就做。”他温柔地答应下来。他微笑着拜托道：“在我回来之前，你能照看好孩子们吗？”杰克点了点头。马车停了下来，我们到了。眼前是一座宏伟的庄园。花园宽阔的一眼望不到尽头，却又修剪得无比精美，宅邸宏伟而宁静，感觉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请跟我来，我带您去见主人。一位戴着眼镜的白发男子说道。他跟着他走进宽敞的大厅，终于要见到他了，我终于要见到他了。我之所以选择他作为暂主人，不仅仅因为他的家族是唯一能与皇室抗衡的势力，更是因为在未来他将成为克洛恩的养父，并助他登上皇位。他心里如此想着，尽早建立联系并没有坏处。如果我们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他或许能保护我们的孤儿院。但要实现这一切，我所知的原作信息必须能在他身上奏效。脚步声停在一扇门前，管家通报道：“主人，我把希拉孤儿院的希拉·费伦特女士带来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房内，一个男人正坐在堆满卷轴和书籍的办公桌后。让他进来。他的声音传来，他不禁浑身一颤。那个帝国最冷酷无情、最帅的男人迪特里希·克莱曼公爵正缓缓摘下眼镜，一个配角而非男主角，竟能拥有如此俊美的容貌，这合规吗？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铁血之人。他心里想着，真好奇，究竟是哪个傻瓜竟敢送来那样的信？你比我想象中要普通的多。他开口说道。他迈步向前，裙摆随着脚步轻轻摇曳。我这般其貌不扬，是否让你感到失望了？他面带微笑地问道。男人沉默了片刻，坐吧，我们谈谈。他示意道。两人隔着一张摆放着茶具的桌子相对坐。公爵将一碟蛋糕推到他面前，公爵就像在审阅报告一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是在搞什么？一场心理战吗？在前世，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才不会被这种小伎俩吓到？公爵将那封信举到他面前，这上面写了什么？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暗暗想到。信上写着：阁下正为一个难题所困扰，而我恰好知道答案。若想得知，请回信回答我。公爵追问道。我现在正为什么是烦恼？答案又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在告诉你答案之前，我有一个条件。
见。他不急不缓地说道：“是什么？请成为我们孤儿院的赞助人。”公爵嗤笑一声：“你大费周章，就为了一个区区的赞助？”他紧紧握住双手，说到：“您口中区区得赞助，对我们来说却是生与死的差别。没有那笔钱，孩子们会挨饿，会因病得不到救治。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公爵沉默了许久：“我失言了。”公爵说：“那么我换个问题，你为何偏偏要向我寻求赞助？你大可以向帝国或其他贵族求助。那是因为……”阁下是……他顿了顿，直视着他：“我所见过之人中最强大、最善良的一位。我最强大、最善良。”公爵一脸怀疑地问道：“你究竟有何依据？可以称之为直觉吧？”他微笑着回答：“我或许其貌不扬，却很擅长看人。”公爵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公爵那双锐利的金色眼眸紧盯着前方，目光如炬，说道：“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不急不缓地说道：“当然不是，正如我所说，我来这里已经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好吧，不管怎样，我最近一直在烦恼的问题是什么？”公爵向他发出了疑问。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僵了一下。在这间宽敞典雅的书房里，两人相对而坐，一个侍从恭敬地立在一旁。他缓缓开口：“就是现在。”他的视线落在了面前堆积如山、写满古老文字的典籍上。海上贸易，父亲，一个年轻的黑发男人低声开口。克洛恩皇室已经完全控制了海洋，暗红色的酒液缓缓注入杯中，气氛凝重。正因如此，我们家族赖以为生的海上贸易业务已经陷入瘫痪。他低着头，父亲的话语沉重地压在心头。如果我们当初……父亲握着酒杯的手微微收紧，能先一步确保航路，事情或许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他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话语中充满了无尽的懊悔。他的声音将公爵从沉思中拉回现实。与西部王国的海上贸易问题，他微微一笑，眼神中带着一丝得意的反问道：“我说错了吗？”他沉默不语，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情。世世代代以来，克雷曼家族与皇室都维系着相互扶持的关系。公国是帝国的利刃，帝国反过来庇护着公国，那象征着荣耀与忠诚的狮子徽章与利剑，便是这古老盟约的见证。然而，这理想的盟约却被现任皇帝亲手粉碎。他在杀害了自己的亲兄弟后登上了王位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克雷曼家族与皇室之间开始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当长期被巨大潮汐屏障所笼罩的帕克斯顿王国偏远地区终于得以开发时，以贸易为命脉的帝国和克雷曼家族都迅速采取了行动。然而，西部王国的水域早已被海盗占领了，他们不敢在公海贸然发动公开战争，更何况他们也无法忽视西部王国海岸线上那些根深蒂固的漩涡。在这片纷扰的局势中，西边的王国突然宣布，他们将只与一方势力进行贸易。这个决定无疑在帝国和克雷曼家族之间掀起了波澜。如今，帝国和克雷曼家族都迫切地想要抢先确保这条贸易航线，彼此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警惕。低沉的声音传来，公爵的眼神锐利，仿佛能穿透一切。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他问道。我是指与西边王国的整个贸易协议。听到他的问题，他沉默了，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似乎在权衡着什么。他微微张开嘴，思绪飞转。现在给我拿支笔和一张地图来。他转身走向书桌，裙摆随着他的动作发出一阵细微的声响。桌上铺着一张展开的地图，旁边放着羽毛笔和墨水。正当他的手要拿起羽毛笔时，却停在了半空中。等一下，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他。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站在宽大的书桌前，他直视着公爵，平静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请问您愿意资助我们的孤儿院吗？反正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生了，倒不如赌在仅存的这一个希望上。他自信地微微一笑，迎上他的目光。我付出了，也应该有所回报，不是吗？公爵一言不发，用那双深邃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他沉默了片刻，审视着他，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有恃无恐？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寒意。你难道没想过，为了你掌握的情报，我可能会对你用刑吗？他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视线。我相信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平静地开口。毕竟，如你所知，我并没有什么值得拿来交换的东西。他的视线低垂了片刻，随即又抬起，目光坚定。但我依然相信一件事。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他直视着他，语气中充满了确信。那就是公爵，您绝不会诉诸于如此残忍的手段。他听着他的话，眼神中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情绪。你说话的口气，他缓缓开口，就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小姐，身旁的辅佐官暗自思忖，真是奇怪。如果他听过克雷伊曼公爵的传闻，理应更加恐惧才对。毕竟他可是那个对敌人毫不留情、冷酷无情的沙场之王。在他身后是燃着熊熊烈火的废墟，脚下是无数倒下的敌人。然而帝国的民众却敬仰着他，用鲜花和欢呼迎接他的凯旋。可在这份敬仰之下，他们又同样的畏惧着他那压倒性的力量。他们相信这头嗜血的怪物总有一天会把刀刃对准自己的同胞。在他身着华丽军服的画像前，人们私下里称呼克雷伊曼公爵为没有一丝鲜血或眼泪的野兽。辅佐官心想，他一定也听过那些传闻。然而他却带着灿烂的笑容直视着他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道：至少我知道，公爵大人，您并非那些可怕传闻中所描述的那种人。他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么我只问你一件事，眼神锐利地审视着他。如果我拒绝你的提议，你打算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立刻离开这里，直接前往皇宫。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施压了。公爵瞬间明白，他知道克雷伊曼家族和皇室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此有恃无恐。麻烦了，他究竟知道多少？公爵改变了主意，在桌前坐下。那么我也有一个条件。他说：请讲吧。如果这笔交易成立，他直视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静静地听完，只用一个词回答：成交。既然如此，我接受你的提议。他说。
那么我接受你的提议，小姐。公爵凝视着眼前的女子，沉声说道。他的话音刚落，一股热流瞬间涌上他的脸颊，心头一阵狂喜。太好了！他激动地握紧双手，几乎要抑制不住上扬的嘴角，竟然真的请到了克雷曼公爵来赞助我们。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下激动的心情，转身面向公爵，准备商讨后续的细节。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眼中闪烁着真诚的光芒。我只希望赞助能持续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能独立生活为止啊！还有，他竖起一根手指，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如果我提供的情报属实，我希望得到一份您亲笔签名盖章的书面保证。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最后一点，请不要过问情报的来源。如果情报有误，我任由您处置。”他的话语掷地有声，让一旁的管家都僵住了。公爵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的目光落回到桌上摊开的地图上。这难道就是……他抬起眼看向眼前这个神秘的女人，忍不住开口问道：“这就是你这笔交易想要的全部？”“是的。”他自信地回答，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双手在桌上的地图上轻轻拂过。说实话，他拿起一支羽毛笔，指向地图上的某个位置。这情报就算留在我手里，也没有任何用处。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温柔起来。更重要的是，只要能让那5个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明白了。他静静地凝视着他，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有些父母为自己的亲生骨肉所做的，甚至还不如他，而他却为了一个孤儿院如此费尽心力，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公爵想着，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地图，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一位黑发女子正坐在书桌前，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不褪色的伤疤竟然有自己的设定集。他喃喃自语，作者的细致入微让我印象深刻，我为此研究了很久，我必须回想起来他的每一个细节，我曾将它全部熟记于心。那些关键人物的行动轨迹，主要建筑的布局，甚至是地图上绘制的商路。他的羽毛笔在羊皮纸上流畅地划过，沙沙作响，一丝不苟地复刻着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终于，他停下笔，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这就是我记得的全部。难以置信，他的视线扫过这张详尽的地图，他竟然连海盗的领地以及海岸边那些致命的漩涡都标记了出来。如果这一切都准确无误，他手持着这张图纸，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一旦克雷曼家族掌握了这条商路，他平静地陈述道，即便是王室也无法再干涉他们。他迎着他审视的目光，语气坚定，如果您有所怀疑，随时可以亲自去验证。在此之前，您可以暂时搁置赞助的事宜。他却没有理会，只是转身吩咐道，李克，把东西拿过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印章声，一份文件被盖上了克雷曼家族的徽记。他将这份文件递给他，这是给你的，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一份签了名盖了章的赞助保证书。他接过文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真诚地道了声谢谢你，抱歉今天占用了您这么多时间。他微微躬身，孩子们还在等我，我就先告辞了。如果这份情报属实，他突然开口，叫住了正要转身离去的他，我会将你视为克雷曼家族的恩人，成为了公爵的恩人吗？他笑了笑道，真是令我感到荣幸。打扫完窗户，看着窗外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的身影，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现在这里终于像一个真正的家了。过去1个月里，大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重新修缮了一遍，天花板漏水时只能手忙脚乱的到处放上水桶，墙壁破损不堪便一砖一瓦的修补。他换掉了陈旧的桌椅，铺上了全新的桌布，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一面。当他擦亮最后一扇破损的窗户，看着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一切都完美了。然而当他不经意的抬眼望向窗外，却看到克洛恩正坐在高高的屋顶上，他顿时大惊失色，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喊道，克洛恩，那太高了，快下来。然而高处的克洛恩却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的回应着，而另外2个孩子则一脸担忧的望着他。另一个女孩也附和道，是啊，太危险了，我们不是早就警告过不许爬到攀爬架顶上吗？我抓得很紧。没事，克洛恩辩解道。不行，还是太危险了，万一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怎么办？他命令道。快下来。克洛恩不情愿地嘟囔着，真啰嗦，一边开始往下爬。真是的，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么高的攀爬架？刚松了口气，却发现克洛恩竟然又爬了上去，真是让人不省心。没想到其他孩子也跃跃欲试，嚷着想爬到顶上去。等等，杰克去哪儿了？也许又在屋里看书吧。他环顾四周，寻找着杰克的身影。就在他分神的瞬间，一声金属滑动的刺耳声响起，克洛恩的手突然一滑，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却。他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完全来不及反应。电光火石之间，他的身体先于思想行动，冲过去垫在了克洛恩的身下。一声沉重的闷响，他成了他的人肉垫子。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疼得闷哼出声。孩子们惊慌地大喊着园长和克洛恩，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他顾不上自己，立刻起身，焦急地检查着克洛恩的状况。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克洛恩愣了一下，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没事。太好了，他长舒一口气，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他严肃地告诫道，我们说过了，不要爬那么高，很危险。克洛恩低下头，小声地道歉，我只是对不起，不过说真的，以后绝对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好吗？克洛恩低下头，小声地答应了。他话锋一转，笑着宣布，玩闹固然好，但午餐更棒，大家快去洗手，准备进屋吧，午饭时间到了。孩子们欢呼着，看着一个女孩担心地摸着克洛恩通红的脸颊，另一个男孩期待着蛋包饭。他心想，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这样爱跑爱闹，不能因为危险就剥夺他们的天性，以后多加留意就是了。他起身时，脚踝传来一阵剧痛，让他不禁痛呼出声。但只要克洛恩平安无事，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决定先去准备午餐，伤口晚点再包扎。孤儿院里里外外的修缮总算完成了，孩子们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新氛围，彼此之间越来越亲近，而且他们也和我亲近了许多。想赢得孩子们的心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有现在的关系，
真的费了不少功夫。我想坚持不懈，慢慢亲近他们，终究是值得的。几周前，我们点心时间聊聊天吧。他提议道。尽管克洛恩当时不屑地嘀咕着装贵族，他微笑着说：“我们可以聊任何事。”然后他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小愿望。我希望克洛恩别再受伤了。没错，他总是受伤。粉色头发的女孩笑着附和道。出乎意料的是，脸颊上还贴着创可贴的克洛恩竟然小声回应：“我会试试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最大的莫过于伊迪。一个男孩开心地说：“我现在的生活很快乐。”而一旁的伊迪却欲言又止。他小声的、犹豫地说：“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来的，我知道可能很难和大家亲近，但是我会慢慢鼓起勇气接近大家的，所以请不要推开我。”听到这番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跳。就在这时，克洛恩突然大喊起来：“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家人了，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伊迪愣住了，不敢相信地问：“这真的吗？”随即喜极而泣。克洛恩见状，手足无措，慌忙地喊道：“你哭什么啊？别哭了！”我独自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色。终于，我一直等待的消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太好了，下个月开始应该就能收到捐款了。号外，听说克雷曼家族的商船今天早上抵达港口了。街道上报童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吸引了行人的注意。人群中议论纷纷，没想到与西部王国的贸易居然成功了，真好奇他们会带回什么好东西。那位怪物公爵不只擅长打仗，经商也很有一套啊！看来现在已经没人能阻止克雷曼公爵了。皇帝猛地一拳砸在桌面的文件上，发出一声巨响。你们觉得这像话吗？高坐在王座之上，他对着满座的大臣怒吼，他的脸上满是怒容，眉头紧锁地俯视着众人。这位是卢克斯帝国的皇帝伊奥曼·普莱斯。现任皇帝从小就比其他王子优秀，因为母亲是平民，所以无法成为继承人。他只能从远处看着众星捧月般的哥哥，独自一人站在角落。但最终，他还是为了登上王位而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他手持沾满鲜血的长剑，站在兄长的画像前，火焰吞噬着画框。他脚下是兄长的尸体和飞溅的血迹，整个大厅回荡着他胜利的咆哮：“抓住他们！陛下有令，反抗者格杀勿论！”他的命令回荡在血腥之中，剑锋映照着熊熊烈火。他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残酷与冷血，就连他的生母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卷入火海。自那以后10余年间，再也无人敢违抗皇帝的旨意，只有一个家族是例外，克雷曼家族。皇帝愤怒地紧握双拳，手背青筋暴起。克雷曼家族竟然抢先一步拿下了与西部王国的贸易权。他怒不可遏地咆哮道：“而你们竟然就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甚至连他是怎么进入西部王国的都不知道。”他对面前噤若寒蝉的大臣们吼道：“只要一牵扯到克雷曼公爵，陛下就会变得格外愤怒，而且就算我们知道了航线，我堂堂帝国的皇帝也要向他一个区区臣子支付通行费。”他的怒火愈烧愈旺。你们觉得这能接受吗？不，当然不能。一位大臣连忙起身附和。没错，另一位大臣也立刻表态，这是克雷曼公爵对皇室的公然侮辱，这简直不可理喻。他咬紧牙关，怒火中烧，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公爵究竟是如何建立起这条贸易路线的？难道真的没有任何人对此知情吗？他能感受到身后大臣们因恐惧而站立，他的目光扫过，其中一位大臣明显的抖了一下，额上渗出冷汗。一位银发大臣迟疑的开口：“陛下，虽然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直接原因，但是据说在贸易路线建立之前，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拜访了公爵府。有客人拜访公爵府很特别吗？”他环视着会议桌旁的众人，发出质问。其中一人结结巴巴的回答：“那是因为以他们的身份，要进入公爵府本就困难，真让人恼火。有话直说。”他不耐烦地催促道：“他们说是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终于，在一阵窃窃私语后，有人颤声回答：“一个孤儿院的院长。”皇帝感到难以置信，那样的人怎么可能进入公爵的府邸？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另一位大臣补充道：“但此人不仅与公爵进行了私人会面，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就在他们离开后，公爵便派人去开辟了海上航线。”他陷入了沉默，仔细思索着这番话。我们应该留意他们。皇帝沉思道：“派个人去哪里？”陛下，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问：“还能是哪里？孤儿院。”他冷冷地回答：“你总是只相信亲眼所见。”一个声音在皇帝脑海中回响：“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人，你似乎想要重蹈覆辙。”皇帝冷笑着说道。一位大臣猛地站起身，声音尖利地喊道：“去孤儿院。”另一位大臣也激动地附和：“我这就派人去把那个院长抓来。”一个区孤儿院院长绝不可能知道一条海上航线，他冷冷地说道。然而，如果他们与公爵有联系，留意他们将是明智之举。喊一名信使过来。皇帝嗤笑一声，必须给这位孤儿院院长送一份礼物。码头上，管家对公爵说：“当我们到达那座豪宅时，会有很多事情要做。”公爵看了管家一眼，沉声道：“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出现，尽可能试着自己处理。”管家愣住了：“什么？您的意思是我得先去个地方？”公爵回眸冷道：“好了，只要这样收尾就行了。”他满意的看着眼前阳光明媚的庭院和屋子，餐盘上用番茄酱精心绘制的小狗、花朵和小猫图案的蛋包饭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招呼孩子们过来坐下，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满怀期待的看着眼前的食物，准备开动。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他温柔的叮嘱道：“慢点吃，杰克一定也很饿了，却连吃饭都舍不得放下书本，只是站着看。”稍后，他在房间里找到了那个手不释卷的男孩。听到开门声，他抬起了头：“原来你在这里，杰克。”他轻声说：“这是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警惕心很强的孩子，是过去1个月里
唯一一个不让他靠近的孩子，但他也没有完全拒绝他，只是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他走上前，手轻轻地抚上他的头，问道：“杰克，你愿意接受正规的课程吗？”他抬起头，棕色的眼眸里写满了惊讶与不解。在这个世界上，正规教育的开销远超想象。虽然孤儿院的财政状况并不宽裕，但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可以上课吗？他轻声问道，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他正要回答，一阵清脆的门铃声却突然响起。你应该去迎接客人。杰克在他身旁轻声说：“好的，杰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谈。”他说完便转身走向门口，留下他独自站在原地。雕花铁门外，一个身着笔挺制服的男人正来回踱步。他打开门，看到一个身着笔挺制服的男人，他问道：“请问您是希拉孤儿院的院长希拉·菲伦特女士吗？”“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吗？”他回答道，同时注意到他肩上那枚熟悉的徽章，心中不禁一紧，那绝对是。他快步走到门前，心神不宁。男人嘴角勾起一抹浅笑，说道：“我奉陛下之命而来。”陛下的命令。他完全没料到会有人亲自来到这里。他定了定神，说道：“我不知道您接到了什么命令，但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孤儿院。”“我明白。”男人坚持道，“但我想进去谈谈。”“抱歉，孩子们害怕穿着华丽的贵族。”他抬手阻止他，试图解释：“既然如此，那也无可奈何。”男人似乎并不在意，他脸上突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郑重宣布：“我此行前来是为了告知您，陛下将给予此地一份特别的赞助。”“特别的赞助。”他难以置信地重复着这两个词，“由皇室直接提供赞助，这是非常魄力的。”男人强调道，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请等一下。”他打断了他，“陛下为何要赞助我的孤儿院？一个连赞助标准都未达到的孤儿院，突然收到皇室的特别赞助，这太奇怪了。”虽然他心存感激，但在弄清楚缘由之前，他无法接受。男人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等等，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男人无法置信地喊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拒绝了赞助，他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他困惑地看着他，男人的语气充满了诱惑。“皇室的赞助将比任何其他赞助都更为特别，赞助金额也将是无可比拟的巨大。有了那笔钱，您应该就能还清欠克拉克男爵的债了。”“等等，你怎么会知道那件事？”他惊愕地后退一步。“皇室对我做了背景调查，一些不属于原作剧情的事情正在发生。难道是因为我见到了克鲁特曼公爵？”他心里想着。那个是。面对他锐利的质问，男人一时语塞，他优雅地行了一礼：“我感谢皇室的恩典，但是我将拒绝这份赞助。”他下了逐客令：“请回吧。”男人恼羞成怒地抓住他的手臂：“你以为违抗陛下的命令就能安然无事吗？”他用力一扯，他甚至被拽得双脚离地。皇室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吗？他挣脱开来，怒视着他：“如果你不离开，我会直接致信陛下，告知他派来的使者态度极其强硬粗暴，因此我绝不可能接受这份赞助。你在威胁我吗？”男人发出一声嗤笑：“真可笑！你以为陛下会看一个没落贵族的信吗？如果你与皇室为敌，就别想从任何家族那里得到赞助。”信使气急败坏地喊道：“我不在乎！”背后传来一个男性声音。信使愤怒地说：“谁敢！”两人同时回头，只见公爵正向他们走来，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我不在乎是否能得到皇室的赞助。”一个男人猛地回头，身旁的女人也同样投来惊讶的目光。是克雷曼公爵。卫兵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结结巴巴地试图维持自己的立场：“就算您是公爵，您也不能违抗陛下的旨意。”然而公爵只是缓缓抬起眼眸，用对方刚才的话语冷静地反击：“说这话的人不正是你吗？没有任何贵族会支持违抗皇室的人。”公爵转过身来，语气坚定不移：“我的家族将会赞助这家孤儿院。”我呆呆地看着他，公爵的声音继续在空气中回响，掷地有声：“从今天起，希拉孤儿院将成为克雷曼家族庇护下的机构。”公爵俯视着信使，语气不容置疑，并且这里不会接受除我之外的任何资助。公爵的眼眸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回去，把这件事清楚地报告给陛下！”信使怒吼着：“我会把您的无礼之举禀告陛下！”他愤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不禁有些担忧地望向身旁的男人：“公爵大人！”公爵终于转向他，轻声说道：“抱歉，我来晚了。”我一时语塞，他的衬衫扣子都没有系好，连袖子都卷得一长一短。他向公爵问道：“别告诉我你连府邸都没回就直接过来了？”他突然话锋一转，眼神变得锐利：“更重要的是，你刚才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啊！被他发现了。我连忙摆手解释：“抱歉，是你突然出现，我确实很惊讶。但他真的说要赞助我们的孤儿院，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他想到我侧过身为他引路：“请进吧，这里虽然简陋，但我可以为您备些茶水。”他欣然应允：“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注意到门后传来一阵窸窣声，孩子们正从门缝里偷偷地往外看，脸上写满了好奇与胆怯。公爵的目光也随之移了过去：“你们很怕我，对吗？”他淡淡的开口，视线依然停留在孩子们身上。他心里一紧，连忙转身向他致歉：“如果孩子们的举动让您感到不快，我非常抱歉。”他轻声解释：“他们害贵族。”他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转过身继续带路：“院长办公室在这边。”公爵停下脚步，抬头环顾四周，这里很温暖舒适，灯光也很不错，很适合孩子们居住。你一定花了很多心思。他的视线最终停留在了天花板上，那是我亲手修补的天花板。天啊，我的手艺那么笨拙，被他看到真是太丢脸了。
他想着，他对公爵说道：“承蒙您这么说。”心里却是想着，这太难为情了。他侧身让开，对着公爵伸手示意：“这边请。”到门口，他突然停下脚步，糟糕，太乱了啊！总之，请先进来吧，我这就去准备茶水。您能稍等片刻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散落在桌上的文件。眼下只有自己亲手做的茶包了，用这个来招待应该没关系吧？他端起茶杯，静静地凝视着。这是什么？是茶包，一个小布袋，可以让你很方便地享用茶水，真有意思。这是您想出来的吗，夫人？公爵这样问道。啊，是的，算是吧。我并没有发明它，但在这个世界上，我大概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夫人，要是不合您的口味，我再给您准备别的。不，这样就很好。公爵淡淡地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不苦不涩，也不过分清淡，恰到好处。如果您喜欢的话，走的时候要不要带些走？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欣然接受了。他笑了，看来这次的交易进行得很顺利，他心情不错。听说你和西边王国的交易很顺利，恭喜你。他向公爵恭喜道，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公爵有些不可思议，整个京城都在议论，你没听说吗？他反问。没有，我刚到。这么说，他真的是直接过来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连宅邸都没回，就直接来这里？他有些不可思议。我告诉过你。他轻轻放下茶杯，如果夫人您给我的情报属实，那么我将视您为我的恩人，首先拜访一位值得感谢的恩人，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